衣襟敞开遛着小鸟的人，光着屁股往竹篮里钻的人，还有身体折叠成大大卷的人，大家都清一色的神态滑稽，行为古怪。相比之下，上面这头借着烛光安静作曲的驴子，反倒显得眉清目秀了起来。但同时，画面中心拿着鞭子打屁股的人，还有窗外暗中观察的人，似乎又为这个吊诡的场景增添了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儿，你大可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学校，或者更确切一点是16世纪尼德兰地区的学校。它的作者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就是那个画巴别塔和尼德兰寓言的老博鲁盖尔。所以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讽刺这样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呢？而且还用了传播效率极高的版画。学校本身应该是个画风还挺正面的场所啊，对吧？这还得从16世纪尼德兰的社会结构说起。1517年，马丁·路德用一篇论赎罪券的能力及效用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很快，新教就以燎原之势在欧洲扩散开来，狠狠地冲击了天主教的权威，进而各种原本被贵族和教廷垄断的油水也逐渐被下放，润滑了固化的社会结构。作为最早拥抱变革的地区之一，尼德兰的崛起可以说是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期间有许多人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或者说幸运站在了潮头之上，而他们都有着同一个名字——中产。靠着改革带来的开放化的大环境，各式各样的商业贸易开始迅速发展，巨量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产阶层，尤其是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港口城市，短短20-30年，打鱼小哥直接晋升商业大亨。那么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一条由人性主导的逻辑链就会被激活。你们知道人在赚到钱之后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吗？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是回馈社会、纵情享乐，或者少交点税？都不对。人在赚到钱之后，首要考虑的有且只有2件事：如何赚更多的钱，如何留住这些钱。而这2个问题的答案，那些寡头大家族早就亲身为我们演示了上百年。个人的生命太短暂，所以延续财富的第一步是多生孩子，提供硬件上的储备。其次，玉不琢不成器，要让后代们获得留住钱乃至赚更多钱的能力，教育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软件支持。好巧不巧，10年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运动刚好打破了知识的枷锁，学习这个原本只有人上人们才能拥有的特权，现在中产们花点钱也可以享受到了。天时地利全部拉爆，中产们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告诫子女们：我们这一代呀，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在哈布斯堡的压榨下摸爬滚打，吃了多少苦啊！现在咱安条件好了，你们又有这么好的平台，没理由不好好学习吧？理由啊，有的，我亲爱的父母，理由包有的。因为人呐，一旦过于着急，他的操作就会变形。当你太急功近利，想要爬上社会的阶梯时，通常都会适得其反。在这方面，中产们倒是真的吃了没文化的亏。他们总是本能且简单地把学习和优良的品格、出众的能力、光明的未来等等画上等号，但实际上，教育是一个综合且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种2元化的评判标准。成绩好并不等同于有智慧，成绩差更不代表无可救药，因为学习本身就不是任何成就的保证。这下面就写了嘛，就算把一头蠢驴送去巴黎上学，它也不可能变成马。只可惜啊，供给从来都是跟着需求走的。当社会中的一大批人都在期望着某种教育模式时，相应的学校系统自然就会出现。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博鲁盖尔的画面中并没有任何数学或者几何方面的元素。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尼德兰地区的学校都是以教文科为主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科才是形式教育的重灾区。
根据流传下来的记录啊，那时候的人文教育基本分3大板块：拉丁、宗教和文学。尽管早在13世纪，但丁就开始用通俗语言来写作了，但拉丁文依旧在众多专业写作和古籍中占有极高的比例，所以这门课就相当于是个高等教育的敲门砖，掌握了它才有学习后两者的资格。宗教不用多说，就是圣经、手抄本、主导文那几件套。我们主要来看看最后的文学，也就是对于古希腊典籍的学习。这门课算是那时候人文教育的标志性学科了，但离谱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小屁孩哪能理解什么西塞罗、塞涅卡、赫拉斯啊？毕竟大多数成年人看了都一脸懵。而事情坏就坏在，虽然理解是一个很难量化的考核，但懂不是啊。很多朋友都问过我简介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正好借这个机会来说一下。我以为懂是一种肤浅的认知，你能背诵古籍，知道字面的意思，能记住艺术的各种隐喻和符号，那就可以叫做懂了。但理解不一样，理解是一种深刻的共鸣，作者的意气风发或者失魂落魄，时代的灯红酒绿或者残忍酷烈。当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千百年前某个人的思考、愉悦、痛苦乃至局限的时候，才能算是理解。所以相比之下，懂的考核标准就简单多了，死记硬背呗。那时候尼德兰社会对于教育的共识就是记住及理解。你先别管这么多，给我全文背诵了再说。老祖宗留下来的可都是好东西啊，只要背住了，早晚对你有益。学生背不下来就被批评甚至体罚，因为黄金棍下出好人；管理也得苦行化，因为严师出高徒。然后教育的意义就被教育的形式彻底的消解了，学校也就并不意外的变成了这样，不至于逼死，但显然已经逼疯。什么批判性的思考、深层次的理解，通通不重要，因为只要你在考试的时候能够默写得出来，拿得到高分，家长们自然就会觉得孩子聪明，老师尽责，学校顶呱呱。而这也正是博鲁盖尔创作《学校里的驴子》这幅画的原因。他看到了这种肤浅的形式教育的危害，画面中各种夸张、怪诞乃至猎奇的表达，实际上都是那个魔幻现实的缩影。其实也不仅仅是博鲁盖尔，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学家伊拉斯谟也反复地讥讽过这种机械的教育模式。他在《愚人颂》中就写过，老师抽打学生像农夫抽打驴子那般。不难看出，博鲁盖尔对于这句话的感触应该很深。那么后来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伊拉斯谟原本期望着教育的普及可以缓解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尖锐的矛盾，但实际上社会得到的却是一整个时代的二极管，死板、肤浅、非黑即白，易被煽动。16世纪的第2个50年，这群人大肆破坏圣像和艺术，满腔鸡血地喊着口号颂扬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教派之间了，国家之间的关系都难以维系。在经历了80年漫长且惨烈的战争之后，伴随着低地国家的格局被彻底改写，利益分配和权力重组达到了新的平衡点。一整个时代结束，人们也在期间逐渐醒悟，那些被丢掉的东西好像还真有点用啊，于是又把伊拉斯谟、比维斯、布兰特这群老前辈翻出来拍拍灰，继续用。好在确实有用。基于他们，耶稣会在1599年提出了教育计划，矛头直指高压和机械的形式教育。再后来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类似实践学习、道德自治和理性思考等方面也逐渐被纳入体系。现代化的教育模式终于初见雏形。到了今天，虽然类似成绩至上、标化考试、把学历和社会地位相关联等问题依旧存在，但我相信事情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毕竟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犯错并不可怕，没有改正的勇气才是真的完蛋。